我是整个家族100年来唯一降生的女孩，生来就自带福星体质，无论渴望得到什么，4日总能意外落入我掌心。只因年纪上小，没有太多奢求，全家只当我是运气稍好。直到3岁那年，我望着低飞盘旋的蜻蜓与地上忙碌穿梭的蚂蚁，感觉到有大事发生，立马攥住爷爷和奶奶的手，指向村南的槐花山。爷爷奶奶上山去。话音刚落，三伯娘就又开始作妖了，阴阳怪气地说我嘴馋想吃槐花饼，还咒我吃成胖丫头嫁不出去。奶奶当场就炸了，指着她鼻子骂：放屁，我看是你馋了。说着，她低头哄我说下午再带我去。可是我固执地摇着头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死死盯着奶奶。奶奶，现在就去山上。奶奶的心瞬间就化了，立刻抱起我，好好好，现在就去。谁知我抓住奶奶的衣服，开始掰着手指点名，爷爷也去，哥哥们也去，爹爹也去，娘亲也去，大伯也去。我竟把全家上下所有人一个不落地全点一遍。三伯娘又想抱怨，却被奶奶一个冰冷的眼神吓得闭上嘴。今天我乖宝生辰，哄她开心，全家一起去玩玩怎么了？就这样，在我的坚持下，全家浩浩荡荡拎着篮子锄头往山上走去。万万没想到，我们前脚刚踏上山，后脚天色骤变，电闪雷鸣，倾盆暴雨瞬间从天而降。我们一家人狼狈地躲进一个破茅草屋。三伯娘立刻瞪着我，压低声音抱怨：都怪你，非要上山。这下好了，全被困在山上了。三伯伯吓得赶紧拉住他，生怕爷爷奶奶听见。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暴雨终于停歇。然而我们刚一出门，山下就传来恐怖的声音，是巨大的水流声，还夹杂着无数凄厉的哭喊。三伯娘还在嘟囔村里发生什么事了，喊这么大声。爷爷脸色瞬间凝重，带着我们立刻下山查看。可当我们走到半山腰，能看清山下时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脸色瞬间煞白。三伯娘更是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，因为山下的芦花村没了，我们村旁的积水河竟然决堤，汹涌的洪水吞噬一切，村民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奶奶吓得脸色惨白，喃喃自语：发大水了。全家人都是一脸劫后余生的惊恐，他们猛然间意识到，如果不是我坚持上山，他们此刻也早已被洪水吞没。下一秒，奶奶激动地冲过来抱住我，狠狠亲了一口。我的乖宝，你救了我们全家。爷爷激动地说，乖宝就是我沈家的小福星。大伯和二伯他们也连连点头，这下是彻底信服。可就在这时，三伯娘又开始作妖，她不关心人，只关心家里的粮食。她竟然指着大伯他们，尖叫着让他们下山去搬东西，还自私地说她男人不会游泳，要留在山上。奶奶当场气炸，直接凝住她的耳朵，你疯了，下面全是水，你让他们去送死吗？就在三伯娘哭天抢地的时候，我伸出小手指向旁边的槐花树，奶声奶气地说，三伯母吃槐花。奶奶瞬间明白过来，对，乖宝都比你聪明。她当即宣布先吃槐花充饥，在山上等官府救援。那一夜，我们靠着槐花果腹，陆陆续续有幸存的村民爬上山，茅草屋里挤满了人，他们看着我们齐齐整整的一家人，眼神里全是羡慕，而我们全家却都感激地看着我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情况却更加糟糕，山下的洪水不仅没退，反而涨得更高。更要命的是，根本没有官兵来救人。爷爷和奶奶商量后，做出一个惊人决定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奶奶看着4个儿子，眼神决绝，去砍树做木筏，我们自己走去县城。就这样，我们家21口人用最简陋的木筏和木头开始了绝境求生。大伯他们砍树搓绳，很快做好一个木筏，但这木筏太小，只能坐下爷爷奶奶和我。结果三伯娘又闹着要上木筏，说她不会水。奶奶一个眼刀飞过去，她才老实闭嘴。最终，不会水的人都趴在木头上，由会水的人推着，朝着县城的方向奋力游去。我们全家在洪水里抛着，整整游了一天。天黑前，我们终于看见县城的轮廓。可下一秒，所有人都绝望了，县城竟然也被淹了。怪不得没有官府救援，原来整个地区都遭了灾。爷爷和奶奶当机立断，我们不能停，继续往北，北边地势高，山多，还能去京城投奔姑奶奶。于是我们又在冰冷的洪水里抛了一整夜。就在所有人都快要绝望时，天边终于露出一丝光亮，陆地，我们看到陆地了。全家人瞬间爆发出最后的力气，拼命向岸边游去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趴在木筏边，把小手伸进水里。三伯娘立刻尖叫起来，你干嘛？掉下去还要人捞？话音刚落，我猛地从水里拽出一个黑漆漆的东西，我高高举起，开心的大喊，爷奶，有锅锅可以煮饭。所有人瞬间惊呆了，一口大铁锅。大伯赶紧帮我把铁锅捞上木筏。等我们到了岸上，奶奶试了试，竟然不漏水。她激动地抱着我猛亲一口，我的乖宝，又立大功了，有了锅，以后做饭都不愁了。可三伯娘又泼冷水，有锅有啥用？又没米。奶奶狠狠瞪她一眼，没米不能烧水吗？先洗个热水澡。没错，我们全家都在洪水里抛了2天1夜，浑身湿透，冷得直发抖，我更是冻得嘴唇发紫。爷爷心疼坏了，指着不远处的破庙，立刻下令去破庙烧热水，必须先把湿衣服烤干。就这样，我们进了破庙，大人们架起锅烧上水，很快奶奶就把我脱光光，小心翼翼地放进温热的铁锅里。我坐在大铁锅里，开心地用小手捧水洗澡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锅里好像多了个东西，我好奇地伸手一抓，竟然是个奇形怪状的小人。紧接着，一个陌生的声音竟然从铁锅里传了出来，我的奥特曼怎么不见了？我一脸懵逼，奥特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在我发呆的时候，奶奶已经把我的衣服烤干，她把我从锅里捞出来，看到我手里的小人，疑惑地问，乖宝，这东西哪来的？我只能老实地摇摇头，不知道，它就是突然出现的。奶奶看我一脸真诚，也没再多问。接下来，全家人轮流用热水洗了澡，换上烤干的衣服。等大家洗漱完毕，我才拿着那个奇怪的小人，悄悄跑到铁锅旁边。我趴在锅边，小声地问，你是铁锅精吗？我听村里的说书先生讲过，世间万物都能修炼成精，这铁锅会说话，肯定就是成精了。可是
铁锅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把手里的小人放回锅里，小声跟他商量：“你的奥特曼还给你，你不要伤害我和我的家人，好不好？”铁锅里还是安安静静，直到奶奶在远处喊我，我才赶紧跑回去。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铁锅里的那个小人竟然凭空消失。而就在奥特曼消失的同一秒，另一个世界，一个3岁半的小男孩却彻底懵了。他叫陆卓渊，是陆氏集团总裁的独子，患有自闭症。此刻，他正呆呆地看着自家厨房的铁锅，他那个神秘消失的奥特曼竟然又凭空出现在了锅里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医生说自闭症没有幻觉这个症状，而且他刚刚明明找遍了整个厨房，锅里也看过，根本没有。难道奥特曼是悄悄回了一趟 M78星云，因为舍不得他，又回来了？转眼2天过去，我们一家人已经饿得走不动了。越往京城的方向走，能吃的东西就越少，路边的野菜早就被前面的难民挖光了。我的小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奶奶心疼的不行，立马让几个伯伯叔叔再去附近找找。可三伯娘却小声抱怨，哪还有野菜啊，早就被人挖光了。三伯立刻瞪了他一眼，转头对奶奶说：“娘，我们走远点找，大人饿一下没事，不能让乖宝饿肚子。”然而最后所有人都空着手回来了，附近能吃的东西真的连根草都找不到了。我们一家人绝望地坐在一起，不知该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我悄悄跑到铁锅旁边，双手合十，用尽全身力气祈求：“郭金哥哥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家变一些吃的？乖宝真的好饿，饿得肚肚都开始痛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铁锅里竟然凭空出现了一袋大米。我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确定不是做梦，才激动地大喊：“爷爷奶奶，我们有吃的了！”全家人听到我的话，第一反应都是我饿出幻觉了。奶奶心疼地走过来，刚想把我抱起来哄，下一秒她就看到了铁锅里的东西，一整袋大米，而且还是雪白雪白的金白米。奶奶颤抖着手伸进锅里，抓起1粒米放到嘴里一咬，是真的。她猛地转身，激动到声音都变了调，铁锅里真的有1袋米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站了起来。爷爷第一个冲到铁锅旁边，爷爷冲到锅边，看到白花花的大米，两眼瞬间放光，他欣喜若狂地大喊：“这哪是普通铁锅，这是传说中的聚宝盆啊！”奶奶一听，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抱着我亲了又亲。乖宝果然是我们沈家的小福星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全家都得饿死。我赶紧摇摇头，认真解释：“不是盆，是锅精。”锅精。此话一出，爷爷奶奶震惊地对视一眼，脸色瞬间凝重。紧接着，爷爷立刻转身，厉声警告所有人都给我把嘴巴闭紧了，谁也不准把这件事说出去，听见没？全家人立刻拼命点头，就连平时最拎不清的三伯娘王菊华这次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这可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。等爷爷说完，我才摸着饿得瘪瘪的小肚子，继续说：“我跟郭金哥哥说肚子饿得痛痛，他就给了我1袋米。如果是以前，他们肯定会吓得请道士驱邪，可现在我们都快饿死了。这个郭金愿意给米，就不是妖精，而是我们沈家的救命恩精。”然而就在这时，三伯娘王菊华却忍不住了，一边咽着口水，一边催促：“快别说了，赶紧煮饭吧，要饿死人了！”奶奶立刻让我四伯娘抱着我，自己则小心翼翼地把那袋米从锅里拿出来，可她只倒了小半袋米下锅。三伯娘一看就急了：“娘啊，这么点米根本不够吃啊！”奶奶一个眼刀甩过去，厉声训斥，一口气全吃了。下一顿吃什么？三伯娘却小声嘟囔：“让乖宝继续问郭金要呗。”这话瞬间点燃了奶奶的怒火：“你说的这么轻易，你去求郭金给你啊？你看郭金给不给你？”三伯娘顿时不敢吭声，但那双眼睛却滴溜溜的乱转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我们这边正为了一口吃的争执，却没人知道这袋米到底从何而来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地方，3岁半的陆卓渊正对着一口空锅发呆。他刚刚想检查铁锅，结果个子太矮，只能搬来椅子，谁知他一不小心竟把旁边的锅撞倒在地。更巧的是，他还撞倒了旁边一袋没放稳的大米，那袋米不偏不倚，正好掉进锅里。下一秒，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，那袋米竟然慢慢变透明，然后彻底消失。这下他终于确定，这个铁锅真的有大古怪。而此刻的我们正围着这口古怪的铁锅，等着救命的米粥。粥终于熬好了，可我们却没有碗。就在这时，四伯拎着一根粗竹子进来，用柴刀砍成一节节，笑着说：“娘，用这个当碗喝粥。”奶奶赞赏地看了一眼四伯，可她刚一转头，就看到三伯娘正想用竹筒从锅里偷喝。奶奶眼疾手快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三伯娘讪讪一笑：“娘，我饿了。”奶奶瞪着她：“谁不让开，我来分粥。”说着，奶奶先是恭敬地看了一眼铁锅，才开始一桶一桶的分粥。每个竹筒里的米粥都差不多，唯独最后一个竹筒里面的米粥又浓又稠。奶奶把那个竹筒递到我面前，眼眶都红了：“乖宝，要不是你，我们现在连这口米粥都没得喝。”奶奶举着那个盛满浓稠米粥的竹筒，高高递到我面前，她大声宣布：“这米是乖宝要来的，这碗最浓的，必须给乖宝喝，你们没意见吧？”沈家人立刻摇头，只有三伯娘王菊华敢怒不敢言。可我却没有接，而是看着爷爷奶奶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爷爷奶奶喝，乖宝喝稀的就行。”奶奶一听，眼泪都快掉下来，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心肝宝贝的叫个不停。爷爷笑着说：“乖宝，我们是大人，喝稀的能饱，你还小，正在长身体，可不能饿着。”然而就在这时，三伯娘却忍不住开口：“爹娘，天叔他们也小，也还在长身体。”奶奶瞪了他一眼，但还是心软了。她又从锅底舀了一些浓稠的米粥，分给了几个孙子。三伯娘看着锅底还剩了一点米粒，刚想悄悄舀进自己碗里，就被三伯一把拉走。奶奶这才没发火，锅里剩下的是她特意给我留的，要是三伯娘敢偷吃，她绝对不会轻饶。就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捧着不到半桶的米粥，小口小口的喝着。虽然还是没饱，但肚子里总算有了东西。我是唯一一个吃饱的。可是
我看到大家喝完后还饿得伸出舌头去舔竹筒里残留的米汤，我心里一酸，忍不住开口：奶奶，把锅里剩下的分了吧，我再跟郭金哥哥说说，看他还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粮食。奶奶无奈又心疼地抱紧我，点了点头。紧接着他又严肃地看着我：乖宝，要是郭仙要你用寿命换，你千万不能答应。你可以跟他说，等我们安顿下来，每天给他供奉香火。说完，我就在全家人担忧的目光下，对着铁锅拜了几下，小声祈求：郭仙哥哥，可以再给乖宝一些吃的吗？我家人都还没吃饱，谁知我们等了半天，铁锅里却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三伯娘眼珠一转，突然开口：爹娘，要不我们都试试，看看郭仙会不会给我们粮食。他早就看我不顺眼，要是他能求来粮食，那以后在这个家他就能横着走。爷爷奶奶犹豫了一下，竟然同意了。结果全家人轮流叩拜了一遍，铁锅却毫无动静。三伯娘是最后一个，她求了半天，锅里还是空的。她瞬间觉得这米根本不是锅给的，而是什么路过的侠客扔的。万万没想到，她竟然气得一脚踹向铁锅，愤怒的尖叫。这根本不是什么锅仙，就是一口破铁锅。全家人都惊呆了。我看着被踹翻的铁锅，连忙迈着小短腿冲了过去。我跑过去把铁锅扶起来，学着奶奶的样子，给沾了灰的铁锅吹气。铁锅哥哥，不疼不疼，乖宝给你吹吹。话音刚落，奇迹发生，原本空荡荡的铁锅里竟然又出现满满一袋大米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叫陆卓渊的3岁男孩正抱着一口一模一样的锅，他小小的脸上满是疑惑。刚刚锅里还传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，接着又变成其他人的声音，直到铁锅被重重一踹，发出一声巨响。他吓得刚想捂住耳朵，就听到那个稚嫩的声音再次响起：铁锅哥哥，不疼不疼，乖宝给你吹吹。乖宝是他的名字吗？铁锅哥哥又是谁？陆卓渊想了想，用尽全身力气将旁边的一袋大米推进了锅里，瞬间大米消失不见。他终于明白，这口锅连通着另一个世界，而那叫乖宝的女孩就住在异世界。他刚刚说家人吃不饱饭，这袋米应该能让他们吃饱吧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沈家人全都惊呆了，谁都没想到，我抱着铁锅吹了2下，锅里竟然又冒出一袋大米。看来这个锅仙只认我们家乖宝。奶奶抱着我喜极而泣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乖宝是我们沈家的小福星，我们老沈家祖坟冒青烟了。爷爷也激动地对所有人宣布，都给我记住了，我们能活下来全都是因为乖宝，以后谁敢让乖宝受委屈，我绝不轻饶。沈家人纷纷点头，只有三伯娘王菊华满脸不服气，可恶的郭晶，凭什么只给那个小丫头片子粮食？爷爷一眼就看穿了她的心思，怒吼道：老三媳妇，你对我的话有意见？你刚刚还踢了郭仙，立刻跪下给郭仙磕头认错。三伯娘吓得魂飞魄散，这才想起自己刚才踹了铁锅一脚，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一边磕头一边哭喊：郭仙大人，我错了，求您原谅我。三伯想去扶她，她却死活不肯起来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三伯娘，眨巴着眼睛说：三伯母，你起来吧，铁锅哥哥是好锅，只要你以后不再踢他，他就不会怪你的。三伯娘听到这话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她看来，我既然能跟郭仙要来粮食，那么我的话就代表了郭仙的意思。我说铁锅哥哥不怪你，三伯娘这才敢从地上站起来。就这样，奶奶抱着我，指挥大伯把新出现的那袋米拿出来。接着，我们又煮了一锅更浓稠的米粥。饿了2天的肚子，总算勉强吃饱。我们一家人继续朝着京城赶路。天黑以后，我们总算找到一间能遮风挡雨的破庙。可我们刚走进去，就发现事情不对劲，破庙里竟然已经挤了20多个难民。当他们看到我大伯和二伯手里的2袋米时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绿了，他们的眼神就像饿狼看见了肉。紧接着，几个难民忍不住站起来，一步步朝着我们靠近。就在这时，爷爷立刻让家里的男人们拿出柴刀，护在我们前面。那些难民看到我们家这么多壮汉，这才不敢再动。但是这里绝对不能待了，爷爷立刻带着我们离开破庙，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才在一棵大树下升起火堆。奶奶指挥大家熬了一锅米粥，而那碗最浓稠的还是给了我。吃饱喝足后，一家人围着大树昏昏沉沉的睡去。可就在半夜，我突然被噩梦惊醒，放声大哭。三伯娘被吵醒，揉着眼睛不耐烦地嘟囔：吵什么吵？然而她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三伯猛地一拉。只听三伯一声怒吼，把我们的粮食放下，全家人瞬间惊醒。原来破庙里那几个难民竟然悄悄跟了过来，他们趁我们睡着，偷走了我们仅有的2袋大米。要不是我突然大哭，粮食被偷光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下一秒，三伯立刻带着叔叔们追了出去，我的哥哥们也拿起柴刀，怒吼着冲了上去。那几个难民根本不是一家人，见被发现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只剩下2个背着大米的男人，因为舍不得粮食，跑得最慢。我大伯和二伯力气大，3两下就把那2人死死压在身下。可其中一个男人就算被压着，还死死攥着米袋不放。四叔见状，直接抄起柴刀，用木头刀柄对着那男人的手肘狠狠一敲，男人发出一声惨叫，手一松，四叔这才把米抢了回来。哥哥们气疯了，冲上去对着那2个偷米贼一人一脚，直到四叔拦住他们：算了，别打死了。说完，他才转身对着那2人冷冷吐出一个字：滚。四叔冷冷警告那2个偷米贼，要是再敢来，就不是打一顿这么简单，反正路上饿死人那么多，谁也不知道他们是饿死的还是被打死的。那2个男人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的跑远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大伯突然脸色一变，他看着我们这些追出来的哥哥们，猛然大喊：你们都过来了，那家里怎么办？糟了，爷爷奶奶身边只剩下女人和小孩，我们一群人又疯了似的朝着大树下跑回去。等我们跑回去，还好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但经过这件事，大家再也不敢一起睡了。于是
爷爷立刻安排了守夜，大伯和二伯守上半夜，三伯和四叔守下半夜，必须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人醒着。为了保护粮食，奶奶竟然直接躺在米袋上睡觉，我也学着奶奶的样子，爬到另一个米袋上躺好。我人小，躺在上面刚刚好，可奶奶却笑着把我拉下来，乖宝，你躺在上面，别人偷米说不定把你一起偷走。我吓得赶紧下来，乖乖跑到娘的怀里，一家人紧绷的脸上这才露出一点笑意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白天赶路，晚上就找没人的地方休息，再也不敢去破庙了，生怕粮食又被盯上。我们也没再问铁锅哥哥要食物，因为奶奶说不能太贪心。可是越靠近京城，路上的难民就越多，就算我们躲在野外，还是有难民主动凑过来，我们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当着他们的面煮了最后一点米。我乖乖喝完竹筒里最后一口稀粥，还忍不住舔了舔桶边。其实我根本没吃饱，但我不敢说，因为我知道我喝的已经是家中最浓的粥，爷爷奶奶他们喝的比水浓不了多少。于是我悄悄跑到大铁锅旁边，小声的祈求铁锅哥哥，奶奶说不能贪心，可我真的不贪心，我只是不想爷爷奶奶他们饿肚子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呀？说完，我紧张地看着铁锅，可是铁锅里什么都没有。难道铁锅哥哥真的不想理我了？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稚嫩又完全陌生的声音，我不是铁锅哥哥。我吓得攥紧拳头，对着那个声音颤抖地问，那你是谁？另一边，一个叫陆卓渊的小男孩正守在锅前，他已经好几天没听到那个叫乖宝的女孩声音。哼，谁稀罕听他说话？他才不是因为想让他饿肚子再来求他，才故意不放零食的。就在这时，女孩的声音终于再次传来，铁锅哥哥。他忍不住开口纠正，我不是铁锅哥哥，他叫陆卓渊。没想到这一次，那个叫乖宝的女孩竟然真的听到了，他还反问他是谁。陆卓渊心里一阵狂喜，可他有自闭症，从来没说过话。刚才那句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声，他想回答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。而我问出那个问题后，就一直等着，可等了半天，等到肚子都咕咕叫，脑海里还是一片寂静。我摸着小肚子，眼泪一下就掉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别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我的哭声似乎传到了对面，陆卓渊听到我的啜泣，瞬间就慌了。他想起妈妈伤心时也是这样抱着他哭，又想到我说饿肚子，他立刻站起来，把他屋里所有的零食全都翻了出来，儿童饼干、紫薯面包、燕麦片、核桃、花生、奶酪棒、鳕鱼肠，他把能找到的一切全都塞进了铁锅里。我这边正失望的准备转身，铁锅里突然冒出了一大堆东西，我先是一愣，随即开心的原地蹦起来。我迈着小短腿，飞快跑到奶奶身边，奶奶，铁锅哥哥又给我们食物了。奶奶眼睛一亮，立刻起身跟我走，家里其他人也都激动地围了过来。可是当所有人看到锅里的东西时，全都愣住了。爷爷颤抖着手拿起最上面的铁盒子，一打开，一股浓郁的奶香味瞬间炸开，所有人都疯了似的狂咽口水。爷爷赶紧拿出一块饼干递给我，然后迅速盖上盖子，生怕香味传出去。我咬了一小口，眼睛瞬间瞪得溜圆。天啊，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爷爷，你吃，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爷爷却笑着把饼干推回我嘴边，乖宝先吃，爷爷等下再吃，里面还有好多呢。这时二婶王菊华早就馋得不行了，急切地开口，爹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快分点给我们吧。奶奶却瞪了他一眼，急什么？说完，奶奶开始清点锅里的食物，这次的东西全是我们没见过的宝贝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吃的铁盒饼干，第二个是紫薯面包，我们闻所未闻，第三个是一大包纯燕麦片。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，口水吞了又吞。奶奶拿着一包东西看了半天，根本不认识，就暂时放到了一边。接着是纸皮核桃、花生、杏仁和板栗。等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，我们一家人竟然只认识这几样坚果。爷爷奶奶还能忍着欣喜，可我的几个哥哥已经彻底看傻了眼。天，那是什么糕点？看着也太好吃了吧！那个糕点好软，感觉一捏就陷下去。还有那些花生，竟然全是包好的花生粒。快看那核桃，没有壳，上面还裹着一层金黄的糖衣。奶奶却没理他们，立刻把这些宝贝全都装进我们背上的竹篓里，只留下核桃、花生和板栗。因为之前的大米就是拎在手上，才被饿疯的难民盯上抢走，所以我们吸取教训，编了竹篓把吃的藏好。接着奶奶开始分发食物，除了我，家里每个人都分到5颗纸皮核桃、20粒花生和20颗板栗。至于我，爷爷奶奶让我随便吃，吃到饱为止。可我才3岁，只吃了5颗核桃、5粒花生就饱了。吃饱以后，我赶紧在心里感激地说道：“铁锅哥哥，谢谢你给我的食物，等我长大一定会报答你。”说完，我突然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糟了！我猛然想起，他说他不是铁锅哥哥，我忍不住再次追问：“你不让我叫铁锅哥哥，那我以后该怎么叫你啊？”就在我以为又得不到回应的时候，脑海里那个稚嫩又熟悉的声音缓缓说出了3个字：陆卓渊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开心的回应：“那乖宝以后叫你陆哥哥，好不好？”另一边，陆卓渊听到我的声音，下意识点了点头，可他猛然意识到我根本看不见，于是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才终于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字：好。然而，在我这边没了声音后，陆卓渊又恢复了呆呆的模样。这时，他妈妈程雪回来了，一看到他就抱着他哭了整整2个小时。以前他哭是因为他3岁还不会说话，可现在却是因为他爸爸心里竟然还藏着一个忘不掉的白月光。转眼3天过去，我又在心里跟陆哥哥说话：陆哥哥，再走4、5天，我们就能到绫罗县了。到时候我爹爹和哥哥他们就能找活干了。等他们赚到钱，就再也不用找你要粮食，还能买香烛供奉你。谁知我这话一出，原本神情呆滞的陆卓渊猛地从地上站起来，他冲到铁锅旁边，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正以为陆哥哥不会再回复，谁知下一秒，一个气呼呼的声音就在我脑海里炸开。为什么我说不出话？我顿时愣住。陆哥哥，
你能说话呀？我全都听到，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僵在原地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那口铁锅。他是在想，我能听到他的心声。紧接着，一个试探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：乖宝。我立刻回答：我在。陆哥哥，怎么了？这下他彻底确定了，我真的能听到他的心声。他这才正式介绍自己：我叫你西西吧。还有，我不是你面前的铁锅，我是异世界的人。异世界，我似懂非懂，但还是乖乖应下。没想到他下一句就问：你来找我是又没有吃的了？我顿时羞红了脸，小声承认：我们家人多，吃的也多。我本以为他又会给点糕点，结果陆哥哥却轻飘飘地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：我在网上买的500斤稻花香米，等下就到。什么500斤米？我整个人都懵了，下意识问道：什么是网上？是渔网还是蜘蛛网？陆哥哥似乎也无法解释，干脆转移话题：你先跟家人说一声，让他们帮你拿米。我立刻迈着小短腿冲到爷爷奶奶面前：爷爷奶奶，陆哥哥说等下会给我们500斤米。什么？两人震惊的差点原地跳起来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奶奶一把抱住我，声音都在抖：乖宝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只好乖乖重复。陆哥哥说等下会给我们500斤米。我又补充道：对了，陆哥哥就是铁锅哥哥。500斤米这4个字像一道天雷劈在奶奶心上，她激动的差点晕过去，抱着我就是一顿狂亲。奶奶的乖宝哦，你真是奶奶的小福星。爷爷也笑得合不拢嘴，伸手想来抱我，可奶奶却猛地将他推开，一脸嫌弃：你都臭了，不准你亲乖宝。紧接着奶奶脸色一变，立刻把全家人都叫了过来。500斤大米，这要是被其他难民看见，我们全家都得完完。当大家听说铁锅里要变出500斤大米时，眼睛全都瞪得比铜铃还大。我大伯不敢置信地问：娘，这是真的？奶奶瞪他一眼：老娘骗你干什么？得到肯定。大伯激动得语无伦次：郭仙对我们沈家也太好了。然而奶奶却猛然打断他，一字一句地纠正道：郭仙不是对我们沈家好，是对乖宝好，这些粮食都是给乖宝的。奶奶的话音刚落，大伯立刻郑重地看着我，他向我发誓以后都会对我好。紧接着他还把3个堂哥叫了过来，让他们也一起发誓。二伯见状也连忙拉着启明哥哥发誓以后必定会对我好，就连三伯也拉着他的4个儿子，让他们对我这个妹妹发誓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三伯母王菊华的脸都气红了，他使劲拉着三伯的衣服，三伯却根本不理他。我知道他不高兴了。果然奶奶冰冷的目光扫了过去，她沉着脸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有些人得了乖宝的好处还不感激，有本事就不要吃锅先给乖宝的粮食。三伯母瞬间吓得低下头，再也不敢有任何小动作。风波平息后，奶奶立刻开始安排500斤大米，差不多10袋，她飞快地分派好谁背几袋，谁来接应。于是大伯他们立刻清空背篓，然后把那口大铁锅团团围住，生怕走漏半点风声。所有人都在等着陆哥哥的500斤大米从天而降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世界，陆卓渊正盯着平板确认订单状态，500斤大米即将送达。就在这时，他手腕上的儿童电话手表突然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是快递员。他立刻行动，把那口铁锅挪上一个小推车，又找来绳子系好。明明已经累得满头大汗，他却丝毫没有停下。紧接着他拉着小推车跑出房间，穿过走廊，直奔前院。保姆在厨房忙碌，根本没发现他的行动。他跑到大门边，小小的手按下了电动按钮，那扇精美的雕花大铁门竟然缓缓向两边打开。门外的快递员正准备在打电话，人都看傻了。门开了，却没有人。下一秒，他感觉裤腿被什么拉了一下，快递员猛地低头，一个还没他膝盖高的小崽崽正站在他面前，白色卫衣，蓝色背带裤，一张面无表情的小脸。快递员愣了半天，才蹲下身笑着问：你家大人呢？快递到了，让大人出来拿一下。谁知陆卓渊却抬起手腕，在电话手表上用拼音飞快打出一行字：不用，把快递搬到院子里就行。快递员彻底震惊，他看着眼前这个小不点，忍不住好奇地问：小朋友，你几岁啊？下一秒，陆哥哥关上大门，立刻行动，他把10袋大米一袋袋推进铁锅，紧接着那500斤大米竟然就在锅里渐渐变透明，直到彻底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这边铁锅里正一袋接一袋的凭空冒出大米，10袋大米整整齐齐，10个竹篓装得满满当当。奶奶笑得合不拢嘴，抱着我狠狠亲了一口。接着他做了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，他竟然打开米袋，舀出半袋米，要煮一锅干饭。要知道，我们已经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全家人瞬间高兴的不行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吃饭怎么能没有菜呢？于是我拉着八哥沈长庚的手，指着旁边的小树林：八哥，我们去挖菜菜吃。八哥看着我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心一下就软，他牵起我的手，带我走进了小树林。然而我们谁都没想到，这个小小的举动竟然会掀起一场滔天巨浪。转眼间米饭煮熟，家人却发现我和八哥不见了。这一下全家人都疯了，他们四处寻找，结果却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恐怖景象：饿得皮包骨头的难民，被亲人抛弃等死的老人，甚至还有人一子而食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瞬间击垮了所有人，我和八哥是不是也被人抓走当成了口粮？就在全家快要绝望崩溃的时候，我的声音突然从他们身后响起：爷爷奶奶爹爹娘亲。爹和娘最先回头，看到我们飞一样的冲了过来，他们一人抱住一个，声音都在发抖：你们2个小家伙跑去哪里了？我看到他们满脸的担忧和后怕，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。我立刻紧紧抱着娘，内疚地向所有人道歉：对不起爷爷奶奶爹爹娘亲，乖宝不该没有提前说，害得你们担心了。
可他们没有一句责备，只是心疼地摸着我的头，因为我不仅平安回来，还带回来一个更大的惊喜。我奶声奶气地宣布，我跟八哥在小树林的小溪里面抓到了鱼。奶奶抱着我，心疼地叮嘱我下次一定要叫上大人，而八哥却一脸愧疚，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要怪就怪我吧。就在这时，爷爷突然死死盯住八哥背上的竹篓，那个竹篓看起来异常沉重，里面到底装了什么？爷爷想到我刚才的话，心猛地一跳，激动地走过去，他扒开竹篓上厚厚的松针，一股淡淡的鱼腥味瞬间钻进鼻腔。爷爷压抑着狂喜，颤抖着问长庚，你和乖宝真的抓到鱼了？八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，才压低声音，真的抓到了，还抓到了好多。小溪里全都是比我手臂还长的大鲫鱼。什么？爷爷一把扒开所有松针，下一秒他彻底呆住，竹篓里竟然躺着7、8条比他小臂还长的大鲫鱼。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一把接过沉重的竹篓。奶奶也凑过来看，顿时震惊地瞪大双眼，她激动地从我娘手里抢过我，用脸使劲蹭着我的脸蛋。我就说我家乖宝是福星，别人连野菜都挖不到，我家乖宝一出手就抓回这么多大鱼。可就在全家欢天喜地的时候，三婶王菊华却看着我，满脸埋怨。爷爷脸色一沉，直接把装满大鱼的竹篓递给他，老三媳妇，你和老三去把鱼处理一下。王菊华瞬间皱起眉头，他嫌鲨鱼又脏又腥，竟然想装肚子疼躲过去。然而三叔婶妇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，他二话不说抢过竹篓，捡起柴刀，拖着王菊华就往小溪边走。我看呆了，这操作简直是反脚达人。很快三叔他们处理好鱼回来，奶奶也带着儿媳妇们把香喷喷的米饭盛好。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这饭香鱼香，万一引来其他难民怎么办？于是爷爷当机立断，带着全家人转移阵地，我们躲到一个靠山的大石头后面，重新搭起灶台。这样一来，一面靠山，一面靠石头，剩下2面再被人墙围住，香味就算飘出去，也极难被发现。更何况那些饿极的难民很可能以为这只是自己饿出来的幻觉。奶奶决定只留2条鱼，剩下6条全都一锅煮了。我站在锅边，看着奶奶先用鱼肥炼油，再把鱼段煎到金黄，最后干净的溪水猛地倒进锅里，扑通扑通，奶白色的鱼汤瞬间沸腾，浓烈的香气四溢开来。不好，这香味太霸道，周围的难民闻到味道，竟然开始朝我们这边搜寻。果然，几个难民壮着胆子摸过来。就在这时，沈家所有男人唰的一下全部站起来，那几个难民吓得腿一软，立刻不敢再靠近。快，赶紧分汤吃肉！奶奶一声令下，全家人围着铁锅，用竹筒大口喝着滚烫的鱼汤，顾不上烫，也顾不上鱼刺。我看到锅里还剩下一些，仰头看向奶奶，奶奶，剩下的鱼汤可以给陆哥哥尝尝吗？奶奶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我说的是锅鲜，她毫不犹豫地点头，当然可以。可是乖宝要怎么给他？我想了想，对着大铁锅在心里大喊，陆哥哥，陆哥哥你在吗？话音刚落，三婶王菊华就翻了个白眼，锅鲜什么好东西没有，会稀罕这没放盐的鱼汤。说完，他竟然伸手就要把剩下的鱼汤全扒拉到自己碗里。奶奶一筷子狠狠打在他的手背上。王菊华委屈地看向三叔，想让他撑腰，结果三叔和他的4个儿子全都用不赞同的眼神瞪着他。三叔更是直接开骂，不是锅鲜我们早就饿死，你就非要馋这口。爷爷也冷冷开口，放出狠话，老三媳妇，你要是敢得罪锅鲜，害得全家活不下去，就别怪我们让老三休妻。王菊华吓得瞬间低头，眼底却闪过一丝愤恨。就在这时，我脑海里突然响起陆哥哥的声音，我立刻转身对奶奶说，奶奶，陆哥哥让我们把鱼汤留在锅里，心里想着传送给他试试。奶奶一听，马上让全家人围着铁锅，所有人闭上眼睛，心里默念着要把鱼汤送给锅鲜。下一秒，奇迹发生，铁锅里剩下的鱼汤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锅底干净的就像刚洗过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时空的陆家老宅里，陆卓渊看着铁锅里凭空出现的热气腾腾的鱼汤，立刻迈着小短腿冲向厨房，翻找他的专用汤勺。陆哥哥拿着汤勺跑回房间，却没注意到他身后跟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那是他爸爸陆遥。陆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那个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竟然会独自走出卧室，而且脸上还带着开心的神色。他悄悄跟在后面，轻轻推开一道门缝，瞬间一股浓烈的鱼汤香味扑鼻而来。他顺着门缝看去，瞳孔骤缩，而子房里竟然凭空多出一口大铁锅，而他儿子正踮着脚用勺子去舀锅里的东西。陆遥再也忍不住，猛地推门冲了进去。陆卓渊听到声音吓了一跳，脚下重心不稳，竟直直朝着铁锅里扑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陆遥一个箭步冲上前，死死抓住儿子的手臂，才避免他掉进锅里。他怒不可遏，转身就把保姆叫了过来，语气严厉地质问为什么要把锅放在渊儿的房间里。保姆吓得连忙解释，小少爷喜欢，我才搬进去的。陆遥依旧怒火中烧，他喜欢也不能什么都往房间放，马上给我拿出去。保姆立刻点头，赶紧走向房间。可就在这时，陆卓渊竟又转身，用汤勺舀起一勺汤喝进嘴里。保姆冲进去时，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他瞬间慌了神，小少爷，你喝了什么？陆卓渊却仿佛没听见，只沉浸在那从未有过的鲜甜美味中。保姆眼看他还要再舀，下意识往锅里一看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那口原本干干净净的铁锅里，竟然盛着小半锅奶白色的鱼汤。这鱼汤到底是哪里来的？与此同时，吃饱喝足的我们已经开始继续赶路，大人们都背着装满大米的竹篓，
只有爷爷奶奶和我没有背，我才3岁，根本走不动路，只能由他们轮流抱着。天黑后，我们特意找了个远离人群的地方休息，可没想到那些难民为了抱团取暖，竟然主动朝我们这边聚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大伯沈强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难民看着有些眼熟，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。爷爷听完，马上警告全家人，今晚睡觉都别睡太死。果不其然，半夜时分，几道黑影悄悄朝着我们摸了过来。守夜的3叔和4叔瞬间察觉，大喊一声，我们全家人猛然惊醒。妈妈顾寒梅紧紧抱着我，躲在3叔身后，警惕地看着那几个人。那几个难民见偷窃不成，竟然心一横，决定明抢。他们知道可能打不过我们，但是他们实在太饿了，不抢就是活活饿死。原来他们早就盯上我们，就因为我脸上不像别的孩子饿的皮包骨，甚至还有肉能捏起来，所以他们断定我们藏了粮食，而我们身上破破烂烂，唯一能藏东西的地方就是背上的竹篓。下一秒，那几个难民径直冲着我们的竹篓扑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爷爷突然开口，声音冰冷：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拿柴刀跟他们打，他们要是被砍死也是活该，谁叫他们想欺负我们沈家人。爷爷绝口不提粮食2字，只说是欺负，因为他知道周围那些装睡的难民其实都在竖着耳朵听，一旦让他们知道我们有粮食，我们面对的将是所有人的哄抢。4个叔伯听到命令，瞬间握紧了手里的柴刀，护在妻儿父母身前。那几个难民看到明晃晃的柴刀，顿时怂了，脚步也慢了下来。可就在他们犹豫的瞬间，一个激动的声音突然从我们身后传来：兄弟们，我抢到一个竹篓，让我看看里面有没有粮。竟然是那个眼熟的难民，他趁着天黑悄悄绕到我们身后，抢走了一个竹篓。我们全家人脸色瞬间惨白。糟了，就在我们扑过去抢夺的瞬间，那人已经把竹篓里的东西猛地倒了出来，啪叽2声，掉在地上的竟然是2条处理好的大鲫鱼。那人看着地上的鱼，立刻扯着嗓子大喊：你们果然有吃的！这一嗓子，周围所有装睡的难民全都激动地站了起来。可我却看到爷爷竟然松了一口气，幸好被抢走的不是装大米的那个。紧接着，爷爷对着那人勃然大怒：这是我们好不容易在溪里抓的鱼，这种鬼天气，要是早就抓的，还能不臭吗？周围人一听，再看看地上新鲜的鲫鱼，顿时信了，甚至还有人后悔自己路过小溪时怎么没去抓鱼。然而那个抢走竹篓的难民却没那么好骗，他之前明明闻到了米饭的香气，他还想去抢别的竹篓，却被叔伯们死死拦住。就在这时，爷爷指着地上的鱼再次开口：你把我们这2条鱼弄脏就算了，休想再把我们剩下的鲫鱼也弄脏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难民顿时眼睛一亮，原来他们还有鱼。一些人已经悄悄转身，准备连夜返回那片小树林去抓鱼。我们眼前的危机似乎就这么被爷爷的一句话给化解了。然而那个闹事的男人早就被我大伯二伯悄悄控制，一把冰冷的柴刀抵住他腰间，他瞬间吓得不敢再出声。紧接着，等周围人不再注意，大伯二伯就把他拖到暗处，一顿暴揍，还狠狠警告他，要是再敢乱来，就不是挨揍这么简单。可等他们回来，我却听见爷爷眉头紧锁，语气无比严肃：我们不能赌，今晚必须连夜赶路，把这些知道我们有食物的难民甩掉。爷爷说，这些人饿急了眼，必定会来抢，到时候就算我们有刀，也打不过这么多人。这话一出，全家人脸色煞白，就连平日最懒的二伯娘都吓得不敢吭声。我虽然听不懂，但看着大家凝重的脸，一股害怕涌上心头，忍不住伸出小手，紧紧搂住娘的脖子。娘赶紧低头安抚我：乖宝不怕，坏人没抢走我们的粮食。奶奶更是大步走过来，一把将我抱进怀里，心疼地哄着：奶奶的乖宝，不害怕哦。就在这时，爷爷也走到我面前，他伸出大手放在我的额头上，轻轻向上摸了几下，嘴里念叨着：摸摸头，吓不着。接着他又摸了摸我的耳朵，摸摸耳，下一会儿，最后他又摸了摸我的小手，摸摸手，活不走。神奇的是，我的注意力瞬间被这几句话吸引，竟然真的不那么害怕了。奶奶看我平静下来，于是也学着爷爷的样子做了几遍。没一会儿，我就在他温暖的怀里沉沉睡去。可我们并不能马上走，我迷迷糊糊听见奶奶小声对爷爷说：老头子，等他们都睡熟了再走，不然甩不掉。爷爷神色凝重地点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正好趁机做几只火把，赶路用得上。于是全家人悄悄回到竹篓旁，开始制作火把。等到半夜子时，周围鼾声四起，我们这才悄悄背起竹篓，借着夜色继续赶路。